贤侄啊，你们两个这一次回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也没有别的事情。虽说小小人不在孟家，可孟家的人也没少欺负他。我带他回来就是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，让一些人知道小小不是谁都能够欺负的。您说是不是？哼，小小是我的女儿，孟家谁敢欺负她？有我在，没有人可以欺负我的女儿。就是您的其他儿女啊，不然的话谁敢啊？若是当真如此，我必定会严惩不贷。就算是我的女儿，我也定会一视同仁。不过贤侄啊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既然不知，那就别讲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多年未见，贤侄还真的是一如既往的这般心直口快啊。贤侄啊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如今小小的天赋你应该也清楚。不过你放心，悔婚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孟家是不会做的。但你们之间的差距这么大，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这便是普通人和修炼者之间为何不能有情感纠葛的原因。况且，你当初不也对这婚事不满意吗？我有一个提议，你看看怎么样？我孟家年轻一辈之中的女子，你随便选，只要是你看中的都可以，如何？果然如此，孟家主，当年我确实对定亲的事情并不满意，但这事情是你们孟家和陈家决定的，我当初的反对并没有任何用处。既然如此，你觉得现在你的决定又有什么用处吗？我可以不要，但你们不能抢，懂吗？贤侄啊，说到底我也是长辈，你这样的态度未免太不把孟家放在眼里了吧？长辈？你还知道自己是长辈？正所谓来者是客，况且你我两家还是世交，你这样的态度，这样的决定，又什么时候把我陈家放在眼里了？你们孟家若是真的想要悔婚，可以，后果会如何？我希望你们也有个心理准备。孟家主目光冰冷地看向陈长安，在这一刻，他的心中多少动了一丝杀意，但也只是一刻。贤侄说的哪里话呀？陈孟两家乃是世交，不过是想要询问一下你的意见罢了。难道我孟家还真的会悔婚不成？来，今天是为了给你接风，不聊这些，说点别的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孟家主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情，反而是询问陈长安，陈家那边如何，孟小小这些年过得如何。贤侄啊，这杯酒你可得喝，这是带你父亲喝的。贤侄啊，这杯酒热情，孟家的人表现的都太过于热情了，一杯酒接着一杯酒的敬啊，这般热情要说没有什么诡计，陈长安自己都不信。家主能行吗？他要是醒了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陈长安无法修炼，不可能抵挡得住这些酒的威力。按计划行事吧。是。孟家人将醉得如同烂泥一般的陈长安送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。片刻之后，房门再次被打开，随之而来的还有淡淡的香味儿。这个味道，孟小月，这个孟家主还真是好算计，想要让孟小月带着孟小小吗？孟小月此时内心也十分的纠结，她不愿意，可她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啊，只能够听从父亲的命令。或许这便是我的命吧。孟小月苦笑一声，随后脱下了自己的衣裳，便准备躺在陈长安的身边。可刚刚躺下的那一刻，孟小月突然感觉到一阵眩晕的感觉，下一刻便已经不省人事。意念一动，陈长安的身影已经从房间之中消失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正准备去找你呢。找我有事？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你也知道，因为我是女儿，我母亲对我并不待见，可今天不知为何拉着我说了很久的话，似乎想要故意拖着我，不让我见你一般。今日的晚宴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有，你父亲想要悔婚。悔婚？孟家竟然如此厚颜无耻！我去找父亲，他怎么可以这样？不用，今天晚上我就助你这里了，明天等着看好戏就好。还是老样子吗？对，老样子。我睡床，你修炼。好。人呢？陈长安人呢？怎么只有孟小月一个人在床上？
孟家主眼神疑惑的回头看向了那2个一直在外面看守的族人，眼神之中充满了不悦啊！你们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你们告诉我，现在这是什么情况？真的没有人出来过呀？那你们就不会感知一下房间里面的情况？这不好吧？究竟去了什么地方？不好，都醉成那个样子了，还能做什么事情不成？你们……哟，好热闹啊！这是怎么了？贤侄啊，你昨天没在这里？不在啊，怎么了？哎，这床上的是谁啊？你们孟家也太抠了吧？怎么还拼床睡？房间不够了咋地？还好我昨天不在这儿，不然这不是出大事了吗？你不在这里，那你昨天住在什么地方？你不会是……这2个人不会早就已经同房了吧？若是如此，我住在哪儿？这还用问吗？这不是很明显？你们2个还没成亲呢，怎么能……孟家主，那这个如何解释？孟小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还不是你这个当爹的送过来的？爹，你的手段很脏，也很低级。当初是你们同意将我嫁到陈家，若不是在陈家，我也不会有一个愉快的童年；若不是在陈家，我也不会有如今的修为。可你呢，出尔反尔，你觉得这样对吗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我这辈子非陈长安不嫁。既然话已经说到这儿了，那我也不藏着掖着。他有什么好？他只是一个不能够修炼的废物。我们又不是真的悔婚，换个人不也是我们孟家的人吗？为何非得是你？为何非得是我？你应该问问你自己吧。当初是你们决定的我。还有，陈长安有什么好，你们不需要知道，我知道就可以了。我是你爹，你就是这般跟我说话的吗？长幼尊卑你都忘记了吗？长幼尊卑，你若不是我父亲，我连话都懒得和你说。这一次我回来，主要目的便是让孟家的人清楚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随意可击的孟小小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便是通知你们一声，若无他事，不用联系我。我在陈家很好，我不会离开陈家，更不会离开陈长安，也没有什么别的心思，就都省省了，别把这最后的一点情分都磨灭了。不过您放心，堂前尽孝，我还是做得到的。你好，翅膀硬了，长本事了。你别忘了，你的命是我给的。孟家对你不好吗？为父对你不好吗？为了一个外人，你就要六亲不认了吗？首先，他不是外人，而是我的未婚夫，这还是你们当年答应的。其次，孟家对我不好，你知我知，孟家很多人都知。有些事情说出来大家都难堪，何必呢？至于您对我或许有亲情，但您更多的是为了自己。我年龄小，可不傻。你一口一个外人，但你可曾想过，陈家人是如何待我的，孟家人又是如何待我的？我就算没有今天的天赋，陈家人待我如初，不会有丝毫改变。可孟家呢？我若没有今天这样的天赋，这样的修为，此次归家又会是何种场面？爹，为大家都保留一点颜面吧。还有，你们永远都不会明白陈长安究竟有多优秀。和他相比，这世上任何男子都会黯淡无光。你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真的做错了吗？错了，我们都错了。你最错的便是不应该打着对小小好的名义去做这种事情。若当真为了他好，为何当初送他走？若真的为了他好，为何不事先询问他的意见？小小不是小孩子了，他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。这么做让孩子寒心了。老祖，您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吗？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我又能够怎么办？注重利益是好事，可你难道不觉得咱们孟家和陈家之间差了点什么吗？差了点什么？老祖，您的意思我不明白。亲情，咱们孟家的人情味儿太少了。可向来不都是如此吗？不仅仅是我们孟家，很多家族都是利字当头，这又有什么错呢？为了家族的利益，做出小小的牺牲不应该吗？应该，可你不能完全忽略了亲情的存在。咱们都走向了一个极端，不仅仅是你，我也是如此。若是能够做到亲情和利益两者兼顾，才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孟家老祖说完之后便不再多言，留下孟家主一个人陷入到了沉思之中。心中有何感想？舒畅了吗？感觉很好，曾经心中的郁结似乎都消散了。
看样子，有些人心有恶气，不甘心就让咱们这么离开。来人并非孟家主，而是孟小天。我的好妹妹，这么多年没回来，这就走了，不太好吧？孟小天，你这样的心细头脑，我真的很担心孟家的未来。不过，我估计孟家的未来应该和你也没有什么关系了。孟家是不会将家主之位交给你这样的废物的。废物？你说我是废物之前，是不是应该先看看你旁边这位？如果我是废物，那他是什么？孟小小，你这次回到孟家，就是为了逞威风吗？居然还敢忤逆父亲，目无尊卑，你当真是罪大恶极！我这一次过来，就是要给你点教训。我是打不过你，可你以为孟家只有我吗？我来吧。你现在的实力不是这3个人的对手。你？你们听到他刚刚说的话了吗？一个废物，居然还想要英雄救美！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德行，别以为你是陈家的小少爷，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。无知，谁说不能修炼就毫无实力？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。话音未落，陈长安的身影突然在众人的眼前消失不见。为什么一点能量波动都没有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见鬼了！还没等孟小天他们反应过来，下一刻他们便察觉到了陈长安的气息出现在他们的身后。不好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当孟小天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紧随而来的便是砰砰声，自己带来的那3个人此时已经倒地不起。这他妈是废物！谁家的废物能做到这一点？这他妈称之为妖孽，恐怕都觉得妖孽这2个字不足以形容陈长安。你能修炼？不对，你没有任何的修为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想要拥有实力的办法有很多，修炼是最好的一种，但不是唯一的一种。算了，跟你这种人说了你也不懂，你就偷着乐吧。若不是因为小小以及陈家和孟家的关系，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。滚！陈长安低喝一声，吓得孟小天根本就顾不上地上昏迷不醒的3个人，直接转身就跑。孟家还是换个人吧，此人不堪大用。陈长安这一句话并不是对着孟小小说的，而是对着另外一个方向。而躲藏在暗中的孟家老祖此时眼神之中充满了震惊。陈家小子竟如此逆天！你刚刚在跟谁说话？你们孟家老祖？老祖刚刚也在。虽然他隐藏了自己的气息，但空间的波动他隐藏不了。估计他是发现了孟小天的举动，所以才会过来。要是我猜测的不错，他是想要等到孟小天出手之后再现身，卖个好。不过我没给他这个机会。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很好奇，你明明无法修炼，为何会有这样的实力？你从来没说过，我也不敢多问，能告诉我吗？我刚才说过了，想要拥有实力，修炼是最好的办法，但不是唯一的办法。我的身体情况只能够另辟蹊径。第一点便是领悟天地法则。天地法则和修炼是相辅相成，但是完全是2种概念。没有修为不代表无法感悟天地法则。第二点，我的身体存不住能量，但我可以吸收能量。存不住那就不存，利用吸收过来的能量不断的去洗礼强化身体。这个过程比较漫长，但少胜过于无。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利用身体之中匆匆流失的能量，不断的淬炼身体。虽说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，但远比普通人强壮得多。没有修为真的能够发挥出天地法则的全部威力吗？怎么说呢，这2种是完全不同的力量，但可以相辅相成。没有修为，法则之力也能够发挥出威力，但没有强大的能量支撑，后继无力，无法进行持久战。我只能够利用吸引到能量的那片刻之间，施展法则之力，以便提升威力。但能量流失的太快，会出现停顿的情况。既然你能够吸收能量，那就源源不断的吸收能量不就好了吗？这样一来，就算是能量流失的快，但也会有不断的能量吸收进来补充，是不是就能够战斗的时间持久了一些？孟小小能够想到陈长安又如何想不到呢？只不过陈长安发现自己吸收的速度越快，流逝的速度也会越快。走吧，咱们先回陈家再说。好。与此同时，陈长平外出历练了几年之后，也返回了陈家。
只不过当陈长平回到陈家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震惊了。谁干的？告诉爹，这究竟是谁干的？爹，我没事儿，不碍事的，不过是没了一条手臂一条腿而已。但我这一次有大收获。长安呢？他去孟家了，去了有一阵子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你先别管长安，告诉我，到底是谁把你伤成这个样子的？下手也太狠毒了，竟然完全切断了伤口处的生机，让你没有办法将断肢重新接上。爹，不碍事儿，真的不碍事儿，物超所值，真的是物超所值。我找到帮长安解决无法修炼的办法了。爹，快把长安叫回来。你糊涂！你可曾想过，长安要是知道你为了帮他变成了这副模样，他心里会有多难受？你心疼长安，我知道，谁不心疼？可凡事要量力而行，你难道就不会先回来跟我们商量一下吗？陈家除了你没人了吗？需要你一个小辈来逞强？爹，我知道，我又不是傻子，但时不待我，有些事情不能耽搁，要不然的话，机会真的失去了。不过现在的结果是好的，这一切都值得。你还是太冲动了，你就这么肯定真的可以让长安修炼？若是被骗了怎么办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总要尝试一下。爹，我没事的，你看，我现在不是还能走能跳的吗？老祖有办法吗？没有办法也得有办法。放心，就算是豁出去我这条命，我也会想办法让长平恢复如初。伤了长平之人，恐怕是领悟了死亡法则，断肢处完全失去了生机，而且被死亡之力缠绕。除非能够解决掉这股死亡之力，否则的话，断肢重生无望。这么热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穿过人群，当陈长安看到陈长平的模样之后，不由得脸色一冷。谁干的？长安，你回来的正好。我跟你说，大哥，我问你，谁干的？不重要。长安，我跟你说，我找到帮你恢复修炼的方法了。你看，这是我外出寻到的东西，它能够帮你的身体储存能量，以后你就可以修炼了。修炼？难道说是为了帮助我能够修炼，所以才会变成这副模样？我先回去试试。大哥，你晚上过来找我。这臭小子，他……爹，长安明白我的心情，所以他知道，现在说其他的都没有用，能够修炼，才不算浪费我的付出。唉，罢了，希望你的付出真的没有白费吧。怎么了？这东西有问题吗？东西没有问题，但这东西对我应该没用。没用？那你刚刚怎么？不能说，若是直白的说了，大哥心里会很难受。就当做这东西有用吧，这样大哥会开心一些。可是这瞒不了多久吧？我有办法让大哥认为我可以修炼了。晚上大哥过来，我帮他恢复一条断肢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你有办法？有。长安，怎么样？可以修炼了吗？看着陈长平这个模样，陈长安笑着点了点头。好，哈哈哈！终于可以修炼了，我弟弟终于可以修炼了，他没有骗我，果然没有骗我。而陈长平的大喊声，同样也落入到了陈家众人的耳朵之中。长安体内并没有能量波动，这小子身体也没有任何的变化，他在骗长平。恐怕是不想要让长平伤心失落吧，但这也骗不了多久。长安，你骗我，你的身体不是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吗？大哥，我确实可以修炼了，只不过情况和大家不太一样。不信的话，你自己感受一下就可以。大哥，一会儿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一定要忍住，我将帮你断肢重生。断肢重生，这是老祖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，长安真的可以吗？我信你。好。随着生命之力不断的出现，陈长平的断臂和断腿也正在一点点的重新生长出来。此时的陈长平已经完全被汗水浸透，这重生所带来的疼痛可不仅仅只是身体上的疼痛啊。好了，不过还需要适应一段时间，才能够完全恢复如初。长安，你的实力这么强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没有我搞的那灵草，你也拥有这样的实力？确实有，但有了这灵草之后，发挥的威力更强了。所以，
这灵草也不算是一点用都没有。好，有用就好。大哥，现在能告诉我灵草是怎么弄来的？是谁斩断了你的手臂和腿了吗？其实也就是半年前发生的事情。这几年虽然我在外出历练，但也在寻找帮你修炼的方法。半年前，我打听到了这种灵草，说是能够帮助那些无法修炼的体质之人获得修炼的机会，我就跑过去寻找。但这灵草乃是有主之物，最后我就用了这一条手臂加上一条腿的代价，换来了这灵草。不过这一切都值得，想要从别人那里讨要东西，哪有不付出代价的道理啊？话虽如此，可重点是这东西当真有用才行啊！陈长平这明摆着就是让人给坑了。戏耍，有恃无恐，对方到底是谁？玄阴谷阴石郎。玄阳谷阴石郎。长安，我知道你心中是怎么想的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不能够鲁莽，可以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绝对不鲁莽。陈长安送陈长平离开，两人刚刚打开房门，便看到了门外站着的陈明楼等人。好，父亲，母亲，我没事了，咱们家长安也没事了。对，没事了，都没事了。我看以后谁还敢说我陈明楼的儿子是废物？行了，都一把年纪了，怎么还哭哭啼啼的，让人笑话。滚蛋，老子愿意。长安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对呀，他怎么做到的？很简单，法则对抗法则就足够了，只是利用生命法则让断肢重生而已。法则对抗法则，生命法则。你什么时候领悟到生命法则的？几年前吧。几年前？几年前的陈长安就已经领悟了生命法则？妖孽，这他妈才是真正的妖孽啊！陈长安也就是无法修炼，否则的话，他的实力恐怕会更加恐怖。一门三杰，当真是一门三杰？不对呀，就算是法则对抗法则，那也得你的法则之力比对方的还要强。你这臭小子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还一直瞒着我们？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况且你们有没有问过呀？爹，你就别怪长安了，长安真的很厉害，我能够有这样的修为，其实长安帮了我很多。他帮你？他自己都没办法修炼，怎么？这小子有秘密？此时人多，陈明楼也不好追问太多，所以呢，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。好了，我看长安似乎也有些疲惫，今天的事情就这样吧，大家都回去休息。关于长安的事情，谁都不允许向外透露，记住了吗？不错，明楼说的对，长安的事情谁也不准透露。是，老主。长安，你从小就与众不同，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小孩子。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带着记忆出生的？你是谁的转世，对吗？确实带着记忆，但应该不算是转世吧。具体的情况我也说不好。不过你们要有一个准备，我可能随时都会离开。随时会离开？什么意思？我也不清楚，算是一种体验吧。当体验的时间到了，我也就会离开了。再次相见，恐怕也不知道会有多久了。体验？不管怎么说，如今的你都是陈家人，放心，这个秘密我们不会告诉任何人。若是真到了那一天，也只能说是咱们之间的缘分已尽。日后若是有心回来看一眼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我说能不能别弄得生离死别似的，都是老爷们儿，别扭不？滚蛋！老子现在是你爹，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行，那你哭给我看看，不然的话你就是装的。滚蛋！老子堂堂男子汉，哭个屁！哟，刚才是谁抹眼泪来着？你懒得跟你废话。哎，超级大能是我儿子，呵呵，真舒服。他当年比现在稳重。我理解，现在有点飘了。哎，我总感觉他生了个儿子更像爹。陈家老左看了陈长安一眼，对比之下啊，陈长安更像是那个当爹的。你大哥的事情我听到了，我们陈家的实力不如玄阴谷，至于这个阴石郎，
和你父亲是同辈中人，在咱们乾元界域名气很大，因为他的天赋很出众。当然，和你们3人无法相比，但他的修为，据传已经突破到了神王境界。你父亲只是神君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放心吧，我心中有数。但这件事情，我也不会当作没有发生过。殷十郎必须死。虽说你年龄小，但你成熟的早，应该怎么做，我相信你自己心中有数，我就不多说什么了。记住，不管你以前是谁，是什么人，但现在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就不需要客气，有任何事情要告诉我们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见到陈长安答应，陈家老祖这才离开。真羡慕陈家的这种氛围，孟家从不曾有过。我也很喜欢这种氛围。我要闭关一阵子，这段时间你自己修炼吧。闭关？为了寻阴谷？不错，做点准备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一晃便是3年时间，陈长安依然正在闭关之中，却突然被孟小小给打断了。出事了。我不确定，但我觉得应该过来和你说一声，你二姐要成亲了。成亲？我闭关几年了？3年。3年？我二姐回来了？并没有，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。好。陈龙娇不是外出历练吗？这怎么突然就要成亲了呢？而且这么大的事情，陈龙娇竟然没有回来，反而是男方派了几个人过来通知一声，顺便呢送了一点聘礼。这情况实在是太古怪了。如此重要的事情，龙娇为什么没有回来？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陈家主，可曾听过衡阳罗家？衡阳罗家？龙娇不是一个糊涂人，怎么会选择嫁到罗家这样的地方？况且如今他本人并没有回来，只怕是有问题。原来是衡阳罗家，所以小女如今身在何处？陈家主放心，龙娇小姐如今就在罗家筹备婚礼的事宜，这一次我们过来便是通知一声，顺便带来一些聘礼。您放心，我们罗家不会亏待龙娇小姐的。不会亏待？这话你们是怎么说出口的？呵呵，当我陈家好欺负是吗？告诉我，你们到底把龙娇怎么样了？否则的话，今天你们谁也别想离开。陈家主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这婚事可是你们龙娇小姐主动提出来的，难不成我们罗家还会逼迫不成？您当我们罗家是什么人了？你们罗家是什么人，不仅仅我知道，恐怕整个乾元界域的人都有所耳闻吧。他主动提出来的，这不可能。我的女儿什么样，我很清楚，他是绝对不会。就知道你们陈家会不相信，这玉牌之中有龙娇小姐放入的神石，您自己看看便明白了。就在此时，陈长安也走了过来。我来看吧。陈长安查看了一下陈龙娇留下来的话，正如他自己猜测的那样，陈龙娇之所以会这么做，同样是为了他能够修炼。你们这几年没有联系过二姐吗？联系过，怎么了？那我的事情，你们就没有跟她提起过？这好像提及过吧？什么叫好像？提就是提了，没提就是没提。你这臭小子，怎么还教训起我来了？咱俩谁是爹呀？现在是计较这些的时候吗？你要是告诉了二姐，她还会为了我的事情选择嫁人吗？你这个当爹的，到位吗？要说你初为人父也就罢了，都生了3个了，还这么不靠谱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阻止了，杀去罗家，把人抢走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这话是不是应该偷偷的说，就这么直白的说出来？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？罗家的实力可不弱，这么贸然的冲过去，恐怕会两败俱伤啊。罗家最强者修为如何？应该是你们罗家最强的人，如今是何修为？有你们这么办事了吗？明目张胆的研究也就罢了，居然还向我们罗家人打听消息，合适吗？你们觉得这合适吗？你是陈家，是否有些过分了？不说是吧？搜魂！别，说我们说，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何必搜魂呢？神尊，我们罗家老祖前不久刚刚突破到了神尊境界，真的，我们没有说谎。你们还想知道什么？只要你们问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别搜魂就行。不错，还挺配合。
只是神尊的话，那就没事了。去罗家接2级。